吃归吃，事儿还得接着说。我觉得苗飞8成也有问题。为什么？那老头的名字问到了，叫徐鹤。查。吃完再查。查完再吃。OK。为什么说苗飞有问题？反正他肯定有事儿隐瞒。我之前有这种感觉。我们说到那个老头的时候呢，他表现得很平静，但后来一直在追问是不是要彻查这个人。整个问询过程中，他一直欲言又止，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你那边怎么样？在公司跟他有接触吗？有倒是有，但是他表现得很正常，这个人我还真没怀疑过。苗飞那边呢，我们也会继续盯着。有一个人你要多多注意，就是吴淼。吴淼这个人确实，他今天突然请了病假，而且玉浩人说他今天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是在逃避问询？他要真是咱们的目标，怎么着也不至于连问询都不敢去吧？我也觉得，这也太欲盖弥彰了，业余。那倒不一定。我知道了，以后这个人我重点关注。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告诉我们就好了。好。苗总，这个……哦，马总，有时间吗？啊，有啊。马总，苗总，谢谢。抱歉，我之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你说的方案我都没来得及看，你能不能详细再跟我说一遍啊？当然可以啊。简单的说，现在实验室的网络虽然已经跟外网隔离，但是使用的是技术手段，这个依然会存在安全漏洞。只要黑客够高明，还是可以从外网侵入。现在很多大公司使用的都是物理隔离，物理隔离就是将实验室的电脑、服务器、路由器全部跟外网断开连接，单独组建一套内部局域网，以后技术人员的个人电脑都不允许连接实验室的独立网络。那今天就开始整改吧。今天？对，我待会儿跟 IT 部门主管约个时间开会，安排下去。苗总还真是雷厉风行啊。好多事情只要一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办了。你刚进公司就能发现这么大的漏洞，厉害。最近半年的入驻都查过了，没有叫贾长安的。会不会有遗漏？法律规定，凡是入驻的顾客呀，我们都必须得进行登记，这个我们可不敢违规操作。访客有记录吗？访客正常是这样的，凡是访客超过11点，我们一定要进行登记。但是这白天我们管的就没那么严了。白天为什么不登记？我们这是酒店，不是监狱，没办法查得那么严格，这个您得理解。这样吧，你再帮我查一个名字，有没有叫玉浩然的？口字旁的玉，浩然正气的浩然。还真有这个人的入住记录。什么时候的事情？3个星期以前，月初的时候，是个周三。有监控视频吗？我们的视频资料最多只能保存2周，之前的就都被覆盖掉了。当天有多少人入住？差不多有100多人吧。要不我帮您把名单都打出来。就麻烦你了。100多个名字，一个眼熟的都没有。玉浩然该不会提供了假线索吧？没有必要，他干嘛给自己找这种麻烦？也是啊。你好，打扰一下，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见过。你确定？确定。 3个星期前的事儿，您还记得？ 3个礼拜，
我上次看见他大概2个月前了。哎，当时我们还吵了一架。当时发生什么事儿了？啊，当时啊，这小子要上电梯，让我给拦住了。他呀没房卡，让我给他刷一下。他说他来找朋友。赶巧那天我心情不好，我就跟他较了个真儿。我说让您朋友下来接您一下。当时就跟我急了，说我找茬，还要投诉我。然后呢？后来他朋友就下来了，然后我就让他进去了。他朋友长什么样子？是个女的。哎呀，戴着个帽子，具体我也看不太清楚。他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吗？特征，身材还行。哎，那我也不能总盯着人看呢。谢谢啊。啊。安科，找到了。这个郑丽娟，云南人，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半年内根本没有来过双津，所以不可能在酒店订一个长租房。那个戴帽子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首先，这个女人呢不可能是苗飞，如果是苗飞的话，干嘛要戴帽子掩饰呢？还有，如果是交易接头的话，干嘛要去酒店呢？不用登记身份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酒店反而麻烦。所以我判定，他们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查来查去，原来是情人啊！如果只是情人关系的话，干嘛要那么费劲去弄一个假身份呢？安可，你看有没有可能是几个人共同使用这间长租房接头？恰好那天保安见到的就是戴帽子的女人。我觉得不可能。知道秘密的人越多就越危险。贾长安有这么大胆子吗？而且我觉得这个女人呢，一定具备反侦查能力。为了避免频繁登记惹人注意，所以干脆用一个假身份长期租住一个房间。我想起来一件事儿。你是不是想说电话号码？贾长安临死之前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就是一个用假身份注册的号码。可惜酒店的监控视频都给覆盖了。要是能锁定这个女人，就什么都好说了。这样吧，杜猛，你跟王佐还有小李，去把酒店附近的道路监控再彻底查一遍。是。哎，苗总，刚好要找您，网络整改已经完成了。这么快？您不说这事儿特别重要吗？我们就优先处理了。苗总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哎，稍等一下。既然物理隔离已经弄好了，那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使用事项？对，稍后我会发一封邮件给研发部门通知一下。这样吧，要不你直接给管理层开个会，也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大家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直接问。这样也行。那20分钟之后会议室你来主持会议，我去通知大家。好，没问题。喂，苗总啊？啊？现在吗？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啊。左教授，您要是有事可以先走，回头我把会议材料准备好给您发过去。不用了。哎，让你核算的数据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交给我？哦，明天给您。明天？要那么久啊？啊，那个吴淼不是请假了吗？我一个人实在是弄不完呀。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给您。成功。搭把手帮他一起弄。哦。另外，今天的会议的情况，请大家然后按照分类来进行下一步工作。
哎，苗总，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邹教授，跟他了解一下研发部的招聘需求。啊，我也来找他，他不在，应该是开会去了。好，那我在这儿等他。邹教授不管这么细，招聘的事你找程雷或者于浩然对接就行。好，谢谢苗总。那我先走了。哎。苗飞那边盯住了吗？他从公司走了以后，就直接去医院了。我已经派老六跟小李跟着他了。具体什么情况？苗飞应该是私自进入了邹教授的办公室，并且打开了电脑。我前去检查的时候，发现硬盘的温度高得不正常，但是我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先等等吧，等宋局把邹教授电脑拿过来，就可以查清楚。那我来汇报一下我的情况。你看一下这个，于浩然给的线索是真的。我跟杜猛去天方酒店查看过，发现贾长安确实入住过，而且是跟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身份不明的女人，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女人一直用的是假身份，而且每次都戴着帽子，脸完全看不清。半年内，她利用假身份在酒店长期租住了一个房间。我们甚至猜测，贾长安死之前联系的就是这个女人。在酒店碰到，而且还是用假身份，我怎么觉得这贾长安是出轨街头2步啊？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一致，这叫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监控拍到了吗？监控已经被覆盖掉了，但是杜猛呢，从酒店大堂的提款机的监控里面找到了视频录像，就是画质太差，而且他戴着帽子，脸完全挡住了。我可以尝试一下用天眼系统测算一下步态特征，但是视频帧数太低，我怕分析出来准确度不够。但是我先尝试一下啊。宋局，查到了吗？啊，子轩。好的，宋局。坐下吧。研发部走廊的监控我找人处理过了，抹去了你和苗飞进入办公室的视频。辛苦宋局。不是，如果苗飞真有问题，这段视频不是犯罪证据吗？肯定备份了呀。还好，邹教授和林总配合度很高，也没有追问我们是从哪儿收到的情报。胡子轩，你大概需要多久？最多半小时。菲菲啊，其实你这么忙，没必要天天在这陪着我。没事儿。啊，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
果长安走私的事情我也参与了，你会怎么办？你说什么？您别激动，我是说，如果假设，我真的只是假设。长安也从来不让我参与他公司的事情，这你也知道。如果我也参与了走私，您会不会告发我？哎呀，怎么可能呢？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坐监狱呢？你干嘛突然问这些？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到长安的事情，随便问一问。你是不是疯了你？才疯了。跟谁去喝的？杨迅。那情况如何？特别孙子，就想占便宜。贾长安死了，如果杨迅能弄到矿石配额，他占点便宜，那算什么呢？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工具啊？辛苦了，苗飞今天动手了，但是传过来的资料基本没什么用，我怀疑他动了手脚。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开这个？2年前吧，其实特简单。哎，要不要你来试试？啊，别，我再把一船人都弄水里去。没事，这不是有救生衣吗？死不了。死不了，老宋非得骂死我。对了，苗飞那儿有什么动向吗？老六回话了，说他一晚上都在医院陪着苗焕阳，没去其他地方。嗯，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苗焕阳指示的？哎，想什么呢？你说苗飞知不知道贾长安有其他女人？我觉得这种时候啊，你就别带入主观情绪了。现在什么都有可能，搞不好是苗飞控制了苗焕阳和贾长安呢。是，我就随便说说的。真是看不出来啊！我们一向铁面无私的安科长，竟还有如此柔情的一面。我在你眼里是不是真就是那种公事公办、冷酷无情的人？怎么可能呢？绝对没有。我作为一个女人，苗飞让我感同身受，我被他感动了，不行吗？行啊，当然行了。要不然这样吧，你在我身上也找找，说不定也能找到让你感动的地方。查到了。怎么样？
电脑里确实植入了一种木马病毒，而这种病毒一旦连接到局域网，可以黑进当前局域网里所有的电脑，自动将数据发送到指定的地址。能不能查到数据的接收地址？不太可能，除非完全破解这种木马病毒的原始编码。但就算是我的技术，可能也需要至少1年。有那么夸张吗？你技术行不行啊？那你去找一个比我强的试试。现在能不能确定流传出去的资料有哪些？还是那个道理，除非完全破解这种病毒的原始编码。宋局，从我通知您到您掐断鼎华的网络，一共花了多久时间？不超过1分钟。1分钟，还是太久了。但还是不幸中的万幸，实验室那儿已经进行物理隔离，至少核心的技术数据没有泄露的危险。宋局，现在证据齐全，是不是可以逮捕苗飞了？我觉得还是先缓缓吧。为什么？根据马上的报告，你们不觉得苗飞的举动实在太奇怪了吗？他在植入病毒之前，先让 IT 部门完成了对实验室的网络物理隔离改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要我说，别在这费劲瞎猜了，把他抓回来审审，不就什么都清楚了？你不觉得苗飞的行为很像是受人胁迫吗？就像是他不得不植入病毒，又想着怎么把损失减到最小。没错，万一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还真不能急着抓苗飞，这样会惊动胁迫他的那个人。这样吧，先对苗飞实施全面监控，我马上给上面打报告。宋局，我想申请对苗焕阳也实施全面监控。甲长安的矿石就是从苗焕阳那儿批下来的，现在苗飞已经卷进来了，苗焕阳这个人肯定干净不了。可以，马上，你也可以适当的敲打一下苗飞，看能不能让他露馅儿。当然了，要注意分寸，保护好自己的身份。明白。还有，既然要调查苗焕阳，我建议干脆从他的老底儿开始彻查。安静，你牵头。明白。晚上，你送我走吧，我有话跟你说。好啊。马上。我实话实说啊，你说这过去这么多年了，要说你还是我情感上的阻碍，那也太矫情了。但是这10年以来，只要让我想起你，我就觉得非常自责。你又没做错什么。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哪儿，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哎，你刚才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没事了，走吧。苗总，林总召开紧急会议，大会议室。现在？对。这件事情必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是我发现的早，要不是苗总提前安排实验室加强了网络安全措施，现在核心数据已经流出去了，这可是我半辈子的心血呀！鼎华在应聘我的时候，在安全方面是给过我保证的。邹教授，请您稍安勿躁，事情的原委一定会查清楚的。老赵，哎，你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请解释一下。哦，那个林总、邹教授，十分抱歉，这件事情安保部门负主要责任，我带头给大伙道歉。你说这个有用吗？是，我们紧急调取了监控，发现就在您去开会的这段时间里，
研发部门的走廊的监控也被动了手脚，而且好多画面都被抹掉了。目前掌握的就这些信息。各位，大家已经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吧？监控录像居然被抹掉了，这显然是蓄谋已久的有组织犯罪啊！老赵，这事儿你们确实要做检讨。是的，您说的对。我们也紧急开了会议，正在商讨如何加强安保措施的方案。当然了，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们。林总，我现在觉得公司面临的处境已经非常凶险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必须要提高警惕，坚持原则，坚持我们的职业操守。庞总说的非常对，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现在不是搞动员喊口号的时候，措施做事一个合理的措施，确保这种事情今后不要再发生。是，这次之所以能避免损失，还多亏了苗总。苗总确实是立了功。苗总好像这一段的警惕性非常高啊。但是我始终有一个疑问，你看为什么突然苗总搞这个整改，紧接着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就在想，你说会不会是有人借着这次机会，特意要钻这个空子？要不然这时间掐得也太准了。哎，苗总，你是怎么突然想到搞这个网络整改的呢？啊，这个网络整改其实是我提的。是这样的，庞总，我入职以后啊，我就发现鼎华的网络存在了安全隐患，所以我就提出了网络整改。这件事情，我是和林总打过报告，也和苗总对接过详细的方案，整个都是按照鼎华的标准流程来的。这么说起来，那是有人得知安全措施要升级的消息，为了抢时间铤而走险。庞总，你觉得呢？林总，我非常赞同您的想法。集团近期这种事情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向相关部门报了案，所以邹教授一定要相信相关部门会尽快调查清楚的。还有我要强调的是，并不一定是内部人员作案，所以同事之间不要互相猜疑。这次开会的重点是要提醒大家，危机已经来了，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出台新的安全制度，各部门一定要严格执行。苗总，有空吗？怎么了？去办公室说吧。苗总，那天你去邹教授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只碰到了你啊！我走了以后，你还留在那儿，你有没有看到？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不是你先怀疑我。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误会了，误会了。来，走。刚才林总不是都说了吗？同事之间不要互相猜忌。要真是你植入的病毒啊，你只需要把我给你的方案多压一点，你绝对能获得更多的核心机密。这个你明白就好。反正也不可能是我，毕竟这方案也是我提的。我也没怀疑你。你说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这要是被发现了，那就是商业窃密，应该判得挺重的。咱们公司项目特殊，涉及稀有资源，只要能得到足够大的好处，肯定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反正我是没这么大胆子，这要是一旦坐牢了，再多的钱都没法花。这里面关系很复杂，你管好你自己吧。以后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行，我就等着这句话呢。苗飞传来的。对。你不是说他不合作吗？都是一些行政文件，而且在传送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正常中断。但是。 Do you know that Dinghua has already upgraded their security systems just because of your action? It's already impact to my plan. They're watching me. It's good for you. You're gonna attract investigation if you continue to do things like that. I am well aware of the situation. I know what I'm doing. And when it's time for me to go. How about this time? Not bad. I'm analyzing the files. I should be able to find a breakthrough for our next move. That means this time we got nothing again, right? You better stop right now. Less money, but safer. I'm doing this, not for the money, but for the promise I made. I have to finish what I started. Take a good consideration. Make sure it doesn't cost your life. 杰弗里让我们撤出去，不是一件好事吗？你没见过他，你根本不了解他。Sorry. 那苗飞不肯合作，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就逼他合作。这件事我来跟进，你不用管了。行，那我继续跟杨勋接触。不，杨勋暂时看不出什么价值，而且他就在苗飞身边，你跟他走得太近，不可能不引起苗飞的怀疑。可是我真的没有把握搞定庞一山，这不是我愿不愿意。我知道。 你先暂时冷下来，不要做主动试探，先保护好自己。你叫我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了，什么时候把我父亲的东西给我？之前说好的。我知道你在捣鬼。既然你知道对实验室的电脑做物理隔离，说明你知道我想要什么。你对我们公司的事情这么清楚，甚至连邹教授办公室的门禁都能弄到，为什么还要我来帮？这个你用不着操心。 那你要我做什么？我来警告你，不要再做手脚。如果想拿回证据的话，下次就好好合作。
我妈。我先进去。哎妈，我在单位呢。忙吗？啊，没事没事，不忙不忙。妈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哎呦，这么想儿子呀？妈，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好点没有？和你这边对比呢？没什么不一样，嗯，没什么不同。你家里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就那样吧，电话里听着感觉好点了，应该。要不然把阿姨接到双清来，我觉得这边的医疗条件应该比你们家那边好一点吧。没事。要不抽空回家看一看？晴姐，真没事儿。等案子结了再说吧。行，等这次案子结了，给你申请个3等功，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对，鼎华早年的交易记录，嗯，越看越不对劲。这个我之前也注意到过，几乎所有的成交价都是底价，好像有人故意给收购方透了底一样，这是严重的商业犯罪行为。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估计很难查到证据了。能不能拿这个做点文章？可以啊，给苗焕阳施压，看他的反应。说干就干。先把数据整理出来吧。得嘞。哎刘六，对，俊海物流那边怎么样了？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核查完了，虽然没什么问题啊，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为什么？正常来说，俊海物流跟鼎华已经合作10几年了，这还不算别的业务啊。但凡马俊海有那么一点儿商业头脑，他的公司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规模。所以是账面有问题。嘿，那可太干净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就是因为账面上太干净了，干净的我都佩服啊。假设马俊海真的是不会做生意，为人老实又正直，但他走后门把自己儿子送进鼎华这个事儿，这前后人设太矛盾了吧？哦，你是说那个马尚吗？对。啊，咱们在鼎华见过那个。哦。哦，你怎么知道是走后门呢？马尚以前是在北京做猎头的，履历我看过，没有什么管理经验，但他现在直接进入了鼎华，做了人事部的主管，这要不是走后门，说不通啊。那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弄啊？我建议啊，通知马俊海，我们对他的公司调查结束了，向那边松一松呗，兴许能露出点什么别的马脚，然后着重关注这个马尚的动态。这个人在敏感的时期进入鼎华，而且还是管理层，我觉得值得关注。确实值得怀疑，我非常同意。老廖，对马尚的调查，要不还是由专案组接手吧？正好我们在鼎华也圈定了几个目标，统一进行调查，能节省资源，效率也更高。啊，我没什么问题啊，一切以案子为主。嗯。